春季盆景怎么修剪？修剪要讲究方法，要使不同树种、不同生长状况有所区分。首先讲一下什么盆景春季不能修剪。第一，下山桩不能修剪。下山桩在成活阶段有两种主要现象，一是没长根先发芽，这种下山桩发芽比较快，尤其是在气温回升比较快的时候，出芽显得十分旺盛。而这个阶段的出芽主要是靠树桩体内储存的养分所提供，而并非是根的吸收所致。发芽或者是长叶会刺激树桩自我调节，长出新根。如果出芽过快，不能刺激根系的生长，树桩体内的养分消耗殆尽，就会产生废芽。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活。因此，在下山桩发芽长叶的时候，不要误认为树桩已经成活而对它进行疏芽剪枝，甚至基于树桩成型而对它进行定枝。这种操作往往会造成树桩的废芽。像对节百纳、榆树、映山红等等，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。二是先长根或者是根芽同出，像金担子、老鸭、黄杨等等，一般是先根后芽的居多。这种下山桩发芽比较慢，在这个阶段，树桩虽已经基本成活，但不要误认为长根就可以进行疏芽剪枝。此时的修剪就会减少树桩的光合作用，根系的吸收能力也会随之降低，就会产生缩根或者是整棵树的根系退化。对下山桩不管是哪种现象出现，都不能进行疏芽剪枝，其结果都会导致树桩的枯萎。下山桩什么时候修剪？至少要放养1年，不能只看到枝叶生长的表面现象，本质上的修剪要以根的生长而定。第二，放盆不久的盆景不能修剪。放盆必修根，放盆后的盆景与下山桩一样，有一个成活期。叶足根深是盆景生长过程中的一种本能，在盆景成活前的修剪就会人为破坏这种修复的本能。在春季不能修剪的还有生长比较弱势的盆景，像松树生长不旺盛就进行修剪或者是避芽，这样势必造成松树的枝叶与根系失去生长平衡，松树会更加弱势，甚至会枯萎。这盆缺梅放盆半个月左右开始发芽，陆续出芽又经历了20多天。这个出芽的时间就是新根生长期，芽萌发越多，根系就会生长越快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疏芽剪枝，就会打断这种生长循环。榆树发出来的新枝比较密集，盆景的这种反应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，光合作用会加快根系的生长。不要干预它，任其生长，等枝条开始木质化了再去剪它。在春季，盆景处于什么状况可以进行修剪？首先是处在保新阶段的盆景要进行修剪。这一盆是已成型的对节百纳，处在空养保新阶段，不仅春季要剪，其他的时间也要对它进行修剪，目的是控制枝条的增粗，而防止它产生变形。春季不剪，枝条一旦木质化进入强势生长，就很难控制它了。其次是像这种接生芽的树种，像枫类、对节百纳、黄芦，春季的雨水多，生长比较旺盛，会形成这种接生芽树种的枝节变长。初春出芽时要剪去芽尖，已经长出来的枝条枝节变长，要把它剪掉。剪掉之后，重新长出来的枝节就会变短。第三，剪掉强势枝芽。不再蓄养的枝条，一旦出现强势枝，会获取大量的养分，这样就会形成强势更强，整个枝盘甚至整个盆景就会失去平衡。剪掉顶端的强势枝条，下端的枝条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养分。像这种五针松，剪掉强势芽头，不仅可以逼出芽来，也可以保持下端的侧枝生长平衡。
这是10天前剪的，新芽已长出来了。像罗汉松3月中旬进入生长旺季，这个时候要把枝条剪短，留2至3轮叶，大约1个星期新叶就会长出来。如果对它进行适当的控水，新叶就会变小，叶形稳定之后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养护。春季修剪本质是依据不同的树性、不同的生长状况而定的。修剪不是你认为不好看就可以动手剪的，尤其是急于树桩早日成景的朋友，剪之不慎，不仅耽误成型的时间，还有可能造成整树枯萎。好了，春季修剪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接着讲春季的施肥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三九农茶，下期见。